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观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哦，目前台海升温哦，这个汉光演习呢，现在就快要进行了嘛，在下周。但是呢，解放军最近也是加强了力道。美国的国务院就说：“哎，你怎么可以加强力道呢？这个毫无道理啊，这是在破坏和平哦！怎么可以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施压呢？”所以美国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觉得这个不行，这个只有台湾可以进行这个汉光演习，大陆是不可以军演的哦，不可以进行相关的演练的哦。那还有呢，美国的前国防部官员瑞特纳，他讲说汉光演习这些改变反映出来，在强化台湾的防御以及这些韧性方面的重要发展，应该以更高以及迫切更多资源来持续强化嚇阻哦。那三立新闻呢就报道说，你看解放军连续3天这个就是超过了海峡中线，进入到了北部、中部、西南还有东部空域哦，完成了绕台的巡航，而且呢，甚至在这个7月2号的时候，解放军一架军机进入到了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哦，那全程是贴着就是台湾24海里的上空来飞行。那同时还有一架呢美军的 P-8A 巡逻机从西太平洋也进入到了巴士海峡上空，双方后来都关掉了 ADS-B 的这个识别器，疑似形成了对峙的态势。那就有专家讲说，这可能是在进行某种不想让外界知道的军事行动啊，所以是不是代表现在目前台海的确很紧张呢？那另外呢，来关注香港这几天倒是挺热闹的，因为山东舰去到了香港，那这个很多的香港的民众都赶快去抢票，因为只有1万名的名额3号开始呢就进行了访港。那还有呢一些最先进的舰载机，比方说像是歼15T也首次在航母的甲板上面对公众开放哦，很多人就很期待，赶快去看啦。那歼15T是中国大陆研发的一型单座重型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当中的核心武器装备哦。那这它的这个上面还看到这个00的编号，那可能就是代表着它是第一批这个量产的第一架，所以是非常的罕见的。那军事迷也是看得很仔细啊。那香港最近的各大报的头条呢，也都是跟这个舰载不是舰载，这山东舰呢到了香港这一边哦，所以大家争相目睹啊，感受到民族自豪啊，大国重器啊，而且上面还排出了这个国安军强国安这样子的这个字哦，那所以他们都很期待，很多的民众甚至讲说这已经隔了8年了，因为2017年的时候辽宁舰就曾经访问过香港，事隔8年现在换了山东舰，还有香港民众讲说接下来还想要等福建舰能够来因为很多的民众是凌晨3、4点就到了港口来迎接了。访谈的时候呢也讲说接下来就等这个福建舰也能够来，很多大陆民众很羡慕甚至还跑到了香港这边去看，因为他们就是说平常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山东舰，没想到香港这边可以看得到所以他们就赶快千里迢迢跑到香港来看。那还有香港市民分享就说家里面开窗就能看到山东舰这样子的画面也引发了一阵讨论。那再来看看中美在南海这边的较劲，因为美国的航母呢这个到了菲律宾，这个是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7月3号的时候到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那同一时间呢，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也宣布了组织海空兵力，包含了多艘的军舰、战机，还有远程轰炸机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还有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战备警巡所以看起来这个南海这边也不是很平静啊。那这算不算这是华盛顿号？因为本来是在中东这个地方嘛，赶快回到这边重返太平洋。那我们看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打击区最新位置是拐进了这个菲律宾中部海域塔布拉斯海峡向东进行被联想是不是要参与接下来7月13到8月4号进行的2025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或者是兵力重返太平洋的一些演习。那还有美国最近近期完成了10艘退役的海岸防卫队的巡逻舰的一些这个移交包含了像是菲律宾越南等
东南亚4个国家。6月份的时候哦，会有这个汉米尔顿级的巡逻舰，还有梅隆号会移交给越南来进行海巡的动作。但是还有一个插曲哦，就是他们有一个6代机的机密会议，因为这个川普很希望赶快这个做6代机嘛，要跟中国大陆一较高下哦。结果根据 NBC 的报道说，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突然祖克伯这个 Meta 首席执行官，其实就是 Facebook 创办人祖克伯啦，突然闯进来。那这个匿名的白宫的高级官员讲说，这个 NBC 的报道是扭曲的情况啊，祖克伯并没有要求离开哦，被要求离开。那他其实是跟川普约好了要在白宫开会哦，但是到底有没有闯入呢？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有进去，但是是不是闯入了这场会议，没有说那么清楚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大陆本来就有一些例行的训练啊，那你要把它理解为这个针对台湾汉光演习的，这个有点过头了。因为你看那个登的新闻的，就是中央通讯社，不然就三立。实际上很多人不这样看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汉光，我们汉光的日期更长我们是7月9号到7月18，对不对？那你说中国这3天，这个就叫做是针对你的吗？我不这样看啊。就好比那个美国、菲律宾、日本有护身军刀，那也很长那是7月13到8月4号，这每年都有啊。他跟菲律宾肩并肩，那个也每年都有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看成是针对性的演习啦。就当然美国对第一岛链也要有所表示嘛，所以它本来就有例行的大型的军演，而且时间都蛮长的啊。那中国大陆也是啊，中国大陆有这么多飞机，这么多军舰，它一定要排程去做演训啊，所以只是结果我们这个时候在做汉光嘛，然后你就把它理解为它是针对你的。那上个月呢？上个月也很多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未必要做这样理解啦。那当然做这样的讨论，也有可能是台湾的媒体，这个几乎都是官媒啦绿媒啦，那也包括美国的官员。那你就可以去想象嘛，比如说赖清德第4讲国防，那隔天古立言就呼应，说在野党不要删国防预算啊。古立言根本不知道国防预算的审查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在造这个势啦，然后就是让台湾要注意那国防预算不要删啊。或者是国防预算要再增加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对这种酝酿这个气氛像朱立伦最近也跳进来跟进了嘛，他不说国防预算要增加到3.5%，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什么新闻只是你把它凑在一起讲，所以感觉就好像是新闻这样搞不好都是个别的啦，就是那边也在例行演习，那我们要汉光。那美国护身军刀也即将开始，就是这样那你把它凑在一起讲，有绿媒要这样下标，感觉就很紧张了，你知道？就美国也趁这个时候来帮我们这个汉光助阵一下。其实真的不是啦，是护身军刀大概就是这时候，那我们就选这个时候做汉光，因为我们又不能参加所以我是觉得，感觉是3个平行的事件。你把它凑在一起讲，我的感觉是这样。好，来请教帅将军。我可以把它定名，这个就叫做认知作战。因为美机共机绕台这几年哪天少过？这个规模简直是不成规模嘛，一架，而且是美国去应对它的是 P8A 那种巡逻机是没有战力的。你说这种会引起重大的问题吗？不会。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中央社为什么要发布呢？你再看看美国的官员怎么讲呢？这个是汉光演习强化防御韧性上面的发展。这次汉光演习的主题就是韧性作战。
韧性作战就是美国主张逼着台湾要做的大规模的动员、全面的抗击，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造成这些新闻呢？我们回溯一下，把整体看，台湾的危机不能是只看军事上的行动，你要看政治、经济跟双方的情报作为。香港的事情闹完以后，2000多名美国的 CIA 的官员被遣返，到哪里都在台湾。那这个时候针对什么形势？为什么搞这个新闻呢？是针对赖清德的大罢免。他大罢免的行动里面主要的诉求就是国民党删了他的国防预算，那这个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所主张就是你加强防卫的能力就是要买军售嘛。对，所谓加强韧性呢，就是你要全国上下站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背后的含义嘛。那赖清德大罢免最大的诉求打击这个杂质的话，就是你们国民党委员在删我的预算。明明知道现在台海危机，这个危机是刻意制造出来，不是危机的危机嘛？我请问，利剑演习的时候，上100架的飞机、几十条的船的时候，你怎么不讲是台海危机呢？而且美国的官员，你要听他讲话，那就叫鬼扯。有人早就预言2025年4月就要打了，现在几月了？现在7月了。所以这个问题啊。中共犯台，他是有能力，但是他要衡量全世界的形势，跟他国内的形势，他算好时机才出手，而不是现在我感觉到现在是台湾的媒体配合美国的发言，配合一架飞机的对峙，在制造这么大一个危机。哎呀，我吓死了！大罢免，那一架飞机来就把台湾毁灭，带的是核子弹嘛，所以。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把它定名叫做认知作战。而这个认知作战谁做的？台湾是主角，因为美国刚刚亮哥讲的什么护卫刀啊，护身军刀，那在南海呀，跟台湾还108000里的，很远的。所以这些东西啊，美国要的作为啊，就是要维持西太平洋这些每个国家，美国还有势力影响。没有船了，我送你一点船。要维持这些棋子的火种，美国并没有撤退，还罩着你们都是他可用的棋子，不能让棋子死了心，我跟你没来往了，我跟中国大陆去谈和了，那美国不乐见了，那我还有军售的利益还没收到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你把它综合起来看，这不是新闻，这是一个认知作战的笑话。来卖卖芒果干。对。来，我们来丁老师。好，那我觉得这个用一些字眼，我们就台湾这个认知战，如果打到又是什么加大老台力道啊，这个没有道理的破坏和平啊，甚至说这个好像两岸的这个关系这个紧张关系又升温，我觉得真的就是 over 了啦。那我先讲一下，实际上，当然你如果为他们为这个好像要把这个力道加大，然后这个做认知作战，也可以说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孟子曾经讲过嘛，说仁者呢是以大事小嘛，就宽容一点，把大事都当小事；但是智者聪明人是以小事大。就说，你不要看到小小的一个这个舰艇、一个飞机，你搞不好可以就把台湾毁了，就来表示呢，这是非常严重。当然，这是不是真正的智慧我不知道，但是刚好配合他的这个演讲10讲第4讲国防，哇，刚好贴切。我是这样认为了哈，但是我们细想一下哈，这个当然，军事家分析过，真的这个假设他们真的要武力来对台湾或者各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用威吓的方式嘛哈，其实他威吓了好几次，那种感觉到我们都感觉得到。第二种呢就是封锁，好，那第3个呢就是我们讲空袭，第4个可能就是真的武力直击了。但你看到这一个步骤呢，就是一个演习。那我们可能就真的叫做以小事大，那好像就是智者了哈。不过我先讲一下比较有趣的是，各位可以看到它飞机啊，这样一环绕东南西南北，全部环了一圈。当然这边还强调这个海峡中线，其实海峡中线我看早就不见了，不是吗？甚至第一岛链不见，连第2岛链其实都好早就看不到了，不是吗？甚至第2岛链这个我们知道6月初的时候，不管山东号、辽宁号、001、002，不就是已经南北夹击，从这个日本的几个岛屿这边就已经这个配合着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演习了，也让这个甚至最靠近的那个美国的国防的关岛那边都已经逼近，让大家觉得这个我们对岸的武力可能都已经在第2岛链都是已经他们都可以在几乎有一些这个势力的掌控，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军演，我觉得大家不用小题大做。
不过呢，当然我们可以强调一个叫做说，哎呀，你看他又是毫无理由的破坏和平。所以刚才这个梁友讲过，说演习是两边都会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严格讲，他真的破坏和平吗？那我们的演习是什么呢？那可以这样解释，我们演习是防御。他们的演习就是攻击，所以他破坏和平。我们的是维护和平。不过那是要看各位怎么去解读了哈。不过我必须讲一下，真正让我们会觉得比较担忧的是，比如1995年呢3月9号的时候，那时候的亚伯兰试射，那时候还真的吓到很多人。对。那2022年8月2号 ，Nancy Pelosi 来了以后，他们是6区军演吗？美国把那个所谓的这个两岸的美台的国际关系法对台关系法变成对台的这个政策法案吗？那时候升温，那个才是真正恐怖。那时候6区真的这个东风15已经打到了东南区，这个6区都已经整个都掌控了台湾的，这个就是环岛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去年还有一次，我觉得就去年那个赖清德不是上任时候也一些这个主讲也因为他喊到了一些比较大陆认为这有台独的这种image 的时候，不是也来了利剑 A 利剑 B 吗？我觉得那个也都是真正让我们感觉到会有一点紧张的气氛。不过我觉得这次小军演还是一句话，不要用智者以小事大来这个过大看之哈。不过我倒要讲一下这个大陆的军舰或者飞机，我们想一下，如果大家去爬文去看一下中国的这个歼飞机那它现在要做歼第6代，但第6代，但这个可能在2030年可能才会这个出来服役，但现在呢，他们已经掌握它的整个技术。我们现在看到它5代的 J20、J35，那这是非常强力。在现在很多地方他们也在秀 muscle 了。当然再往下看到第4代16、11，那当然我们再往下看，当歼10，甚至排不了这个全世界排行榜的，都可以在巴基斯坦那个大获这个胜仗，然后打赢了这印度的这标风。我现在讲就是这一次的山东号呢，当然它也是重要航母之一。当然我们还没看到003，虽然它下水，它还没有真正服役那今年2025年，人家说福建号003号就要服役，而且大家预期9月3号阅兵可能就会看到。当然现在呢，对于一般的这个不管香港或大陆民众，只要看到001、02就很兴奋了，因为山东号它这次带了歼15，那刚刚没有讲到歼15，因为歼15也是一个特别机种，它也是4代机。重型4代机，它有很大的破坏力。它在2012年开始挂在辽宁号上，在2016年开始量产，那2019年就是挂到山东号了。所以这次配合山东号到了香港，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也秀了一下中国的 muscle 了。当然，我觉得要强调是，因为刚才有讲到，其实这里面不乏有所谓的演习之外，还有中美的在航母的舰艇在这个南海的较劲。以及他们的空战的较劲，也就是两边都在秀嘛。一个是从这个地球的另外一端来的一些舰艇，当然这个我们的对岸，他必须要做，他必须的军演，也告诉我认为他的真正的敌手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的美国山姆大叔，而不是台湾，所以他秀着 muscle 我觉得是这样来的。但所以台湾不需要以小事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来关注一下现在中美的关税角力现在据传呢，10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美国的梦幻 CEO 团要去访问中国大陆呢？要跟着川普一起去吗？彭博社有这一个报道说，美国的商务部规划这个川普访华，而且现在在洽询一些这个梦幻 CEO 团要一起成行。那现在已经联系了多家的企业家这个执行长，他们会不会一起去呢？虽然白宫目前表示说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此举被视为说川普意图要深化中美的经济连结，然后这跟他之前一直讲说要对中脱钩的讯号好像挺矛盾的。那今天也有人去问到大陆的商务部大陆的商务部说没有什么相关的消息可以回复所以大陆商务部并没有证实这件事。那但是呢，最近也门前其实各国在关注就是对等关税的事情。川普说最快明天开始呢，会函告各国关税的税率会在9号谈判截止日前就会先把一些这种预先设定单边关税的税率可能会先用发函的方式来通知那我们看到贝森特讲，他说大概有100个国家的税率会是10%会是最低的税率。到底是谁呢？现在好像快要大家等开奖，这个100个国家到底能不能榜上有名，有没有上榜呢？那7月9号的这个谈判大限，人家讲说，会不会到时候又 tackle 会不会又延后贝森特怎么讲？
他说，这个是川普做主，能不能延后要看川普的意思啊。川普就是 Taco 嘛，对不对？那他说我们会按照着总统的意愿来办事，总统才是决定这个最后这个 Taco 的这个人啊。那大家会努力来完成这个谈判前，我不会在全国性的电视台随便给人10%的关税的宽限。好，所以现在看起来有说跟没有说一样，大家就等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越南、印度现在目前谈判的状况哦，因为这是比较先有一些稍微新进展的。那越南的外交部讲说，现在正在讨论具体化的内容哦。这个主要就是美国很怕中国大陆会到这边来洗产地，所以有一个这个洗产地条款。但是越南也很怕，就是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条款的话，是不是会接下来会引发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不高兴，就是会有一些报复行动啊？所以越南跟美国可能就这一部分还会有所讨论吗？这不得而知哦。那再来，印度是不是也快要跟美国达成协议了？因为现在传出可能已经接近这个达成协议的阶段啦。那川普讲说，我相信印度已经准备好降低对于美国企业的关税壁垒，那这可能为达成协议排除障碍。路透社也讲到了，就可能会针对像是乳制品啊、农业领域啊这方面还要再讨论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是还有出现一些分歧的状况哦。印度的贸易代表团在6月26号抵达了华盛顿参加谈判，但是印方现在还要停留更久，就是针对这方面还要再做一些协商啊。那欧洲呢，梅克尔讲就是这个他是以这个德国前总理的这个身份跟高度啊，他出来讲说，我们欧盟不应该要惧怕美国的关税哦。那的确，过去梅克尔也是跟这个川普比较不对盘一点哦。那再来，这个马克宏是说，希望双边的关税就是10%对10%，他就希望他是那100个国家之一啊。那再来，这个欧洲的一些商界哦，跟政界是不同调的。那很多的这些企业龙头是赶快去到美国来游说哦。但是专家讲说，你这样子去哦，反而这个妥协会不会这个恐怕是最现实的一个选择哦？你继续在协商谈判，不见得能够谈到比较好的关税税率。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是不是会受到这样子，就是关税接下来如果你又大棒挥下去，美国的经济撑得住吗？克鲁曼他提到了，就是因为马斯克反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要组新党，克鲁曼讲说没有用啊，就是马斯克现在看起来被针对了，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是夹着尾巴溜走，或者是眼睁睁看着财富被摧毁。那他说现在美国的面貌已经全非了，会大大限缩了财政空间，失去继续让债台高筑，同时又不打击投资人信心的能力哦，所以他看起来对这2件事情都是挺悲观的。大而美会升高这个美国的经济危机跟风险，那恐怕这个美债会暴增3.3兆美元。而中美之间呢，现在有一个经贸会谈的新进展，大陆的外交部证实哦，美国已经取消一系列对华限制的措施，包含了恢复 EDA 软件以往还有这个飞机发动机这些产品对华出口。大陆的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呢，中方将会依照批审符合条件的这些管制物项出口许可申请，那美方呢相应取消对华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那美国政府呢也在3号的时候通知一些美方的企业，就说可以对于大陆出售飞机引擎相关的零组件，那这些零组件呢就是被用于这个 C919， 就是大陆国产的飞机 C919哦。那对此呢，大陆商务部的发言人讲说，伦敦框架来之不易啊，对话合作才是正道啊，所以看起来的确有出现一些缓和的讯号了吗？这个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这个川普政府每天都有新的讲法啦，像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大概100国的税率是10%，那越南是呆子是不是？那越南干嘛去谈？谈了变成20%，转运成本还40%，我怀疑这个是真的啦，因为川普上个礼拜不是这样讲的，川普上个礼拜是说，你们赶快来谈啊，你们如果不赶快对美国让步，我就25、35、45这样磕，怎么今天又变成这样？那这样越南何必跟你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奇奇怪怪的新闻一大堆啦啊！而且越南这个谈法，
会联动到中国啦。比如说什么叫它的英文叫 transshipment 啊，这个它倒不是直接讲洗产地啦，就是说你有转运到中国，可是这个定义是什么啦？比如说我举例啊，有很多大陆的企业跑去越南注册，那它就是越南企业嘛，可是它有大量的零组件是从中国来的，那这样算不算？这样是要科40吗？而且这里面还包括很多台商哦。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实质加工嘛，这个是贸易法里面的啊，就说它的东西到了越南，然后经过了相当部分的实质改造，那成为一个产品从越南出去，那这个算不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如果美国跟越南没有说清楚啊，那我认为中美贸易谈判一定会再次恶化。因为这个是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啊！中国商务部今天就出来讲了，他说，凡是侵犯到中国利益的谈判，他们都不乐见了。是，所以这个事实上，我认为会联动到中美的贸易谈判，这个真的要讲清楚了。因为美国确实有一派人是要对洗产地做严格禁止嘛，可是中国类似的行为不是只有越南还有泰国啊、墨西哥啊，那你如果对这些地方你的税率都是40%，我才不相信中国大陆跟你贸易战能够好好谈呢。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变成重大变数。好，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宁可做愚蠢的智者，不要做聪明的傻瓜”。那个川普非常聪明，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也傻，因为对方也很聪明。这次呢，中国以牙还牙，就已经看到中国聪明之处了。我们用智慧来形容好了，就是洗产地呢，其实这个是刚开始大家没有想到，但是现在呢，洗产地的东西被美国真的是淋漓尽致的发现得很清楚。可是你一旦去表面怕人家的稀土不给你，又跟他谈好了，你也该部分放给他，可是你又在别的地方一样的，就像表面呢右手跟人家握手，左边还拿一把剑，在后面一直想夺人家，人家也不是傻瓜啦，我这样讲。所以呢，他做这些东西，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从 China Plus One 从这个1.0版的川普的时候，就很多的产业就没有办法在中国继续投资，又转到了东南亚，越南是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当然也因为这样，很多台商过去了。不过这个呢，其实美国的确有看到，所以从墨西哥到越南，他都在抓中国洗产地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既然你抓人家，表面要跟人家和，那你觉得你抓到还是打到人家痛点，人家怎么会高兴呢？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啊，我觉得 eventually 最后都会是10%。其实我讲这个10%都我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从很开始啊，他拿出他的很奇怪、很诡异的什么67除以2、3、4对岸，我们呢64除以2、32，我们或全世界40、20、10，我就觉得最后全部回到10。我已经算过，一开始哦，我说因为美国呢现在呢进口大概3.3兆，它的出口呢是1.2兆，它差不多。它的出口是2.1兆啊，就出口那减起来是1.2兆，它的赤字我讲的就是 deficit，trade deficit 1.2呢，它只要是现在的平均是4%，它很厉害，全部提得很高，最后呢，它 eventually 90天之后会全部降到10，当时我讲的，那就会差6，这6%一乘，它一年就省700多亿，这是他聪明之道，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在那么喊高价的时候，最后会降到10的之前呢，他有点恐吓的意味。他告诉你，我吓你了，你要不要来跟我谈？你要跟我谈，来，我赢者精神啊，我是强者全拿，我全部都要，所以你哪一国要干嘛的东西我都要。哎，你科技东西就过来，或者你要来我这边这个制造我就制造，甚至他给一点糖吃，现在台积电他补助还从25%到35%，他非常聪明的。那我们现在回来呢，讲到这个，他的这个我们已经不用再多讲，他的关税就降了10%，我觉得最后会放诸四海，大部分皆准。好，当然你现在还要磕一些那个所谓主要贸易对手国到25%等等，最后啊抗争到最后他还是会让，但是他在这时候还是要拿到他要拿的东西。我现在讲一个 Krugman 啊，沿途这个所谓的凯因斯的忠实信徒，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一直在反击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大而美法案不是 Elon Musk 看到，因为这个法案其实理想性很好，现实是有问题的。他减到它是一个财富重分配的想法，叫支出重分配，他把它社福减少、医疗减少、绿能减少，可是他最主要冲3样，一个叫军事，一个叫边境，还有一个叫本土制造。各位要想想啊，他花边境和军事的钱就要创造了几兆，他再从本土制造可能要3.3兆，所以他的外债可能会从37变40兆。这是他们看到最后就是本土制造，你的理想这么好，真的能做到吗？
太难了。因为说不好听一点，当然你本土制造做不回来，它的军工产业也会完蛋，它的美元也会弱势，因为它赤字会更严重。现在就因为它太难，即便你理想化有，但我跟你讲，在美国来打现在的整个产业聚落，不可能1-2年做出来，它的人文包括人力和文化也做不出来。最后它的基础建设 infrastructure， 它的整个这个制造业基础建设以及它交通效率，现在他们那种传统的公路是比不了这个大陆的高铁，因此它这个最后。看起来理想最后还是会失败，因此 Krugman 讲的是蛮有道理的，也就是将来只会创造赤字，使得这大美会更惨。好，请教帅将军。讲起来，其实川普玩的是一场非常豪赌的一个游戏，他真正的核心是放在哪里？金融作战。他不降美息，他就损失不少，没办法降低外债的这个给付，他要给钱呢、人家的债。利息要给。第二个，他要那么多 cash， 他要生意也做不过人家啊，那怎么办？用关税。关税再加上美元，美元是空手套白狼的，没有抵押的，美元是完全靠一个信用，几十年的信用，大家把钱放到你美债里面去。第二个是压榨弱小国家，用美元去绑阿拉伯的石油，你阿拉伯的石油卖出去多少钱，赚到的钱有70%要存到我美债里面。这不是勒索吗？那这个勒索惯了，所以才会有最近发这个短信，哎，7月8号它到了，你再不来谈，将来30、40都有了，那贝森特为什么跟他讲的是相反的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嘛，你说刚刚亮哥讲得很清楚，贝森特讲10，那越南干嘛傻傻了要20，那不神经病嘛？那10，台湾媒体敢讲。哎，我们很高兴，我们将来也是10%。我告诉你，绝对不同。而且为什么他带商人去？你是一个总统也好，贝森特也好，你根本不能够完全了解哪一家企业在大陆受关税影响还有利可图，还是无利可图。这个只有做生意的人自己清楚。而且美国很多都是靠企业在赚钱。他到10月访华的时候，当然这些老板你去嘛。对不对？如果不行，我关税再怎么搞？这个，所以大家不要看了，到处点火种是热闹，真正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经济。经济的第一仗就是关税，第二仗是外债，第三个是通膨。我们往下看吧，他有的他口了，你看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7月5号倒数计时哦，大家都在讲说这个预言日本末日到底会不会真的发生呢？时间真的不多，因为今天7月4号了，但是的确看到了日本狂摇了1000次。那看那个报道，这个日本的地震3D 图已经冲破了天际线，那个叠加上去哦，已经可以盖出宇宙的电梯了。那这是在20岛测得了这个震度是6弱，芮氏规模是5.5的地震哦。这也是当地从1919年开始观测以来的首次这样子的记录。那地震活动的密集呢，其实也可以从这个3D 图像看得出来，这个的确发生的非常的频繁哦。鹿儿岛的外海呢，也有这样的这个地震发生。那就连这个日本的气象厅哦，也是示警。朝日电视台有报道说，7月2号的下午4点到7月3号已经观测到100次的地震哦。因此呢，日本的气象厅也呼吁民众要留意今后的地震活动。日本政府也在6月30号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立了资讯联络室，收集石岛村连续地震的相关资讯。那这个日本的20岛呢，发生了这些地震哦，他们讲说这个2周其实已经有1000次的地震哦，瓷砖啊、窗户啊都有破损的情况，甚至连站立都有困难哦。所以真的好像是不是跟这个预言有一点吻合，让大家听的这个吻合的这种感受啊，就感觉更加紧张了。还有村长呢，已经开始出现说，呼吁大家这个协助有意愿要离开的居民哦，可以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撤离。那日本的这个新苫岳火山也是7年来的首次哦，这火山出现了一些动静啊，狂喷了5000公尺哦。那我们来看画面，
这是鹿儿岛县跟这宫崎县交界的这个地方，新燃月火山呐、从6月27号开始，已经连续喷发了7天，然后7月3号下午甚至喷出了5000公尺高的烟柱哦。那透过卫星云图，其实也看到这个火山烟流。我们的气象专家郑明典讲说，这个喷发量的规模其实并不算小哦。那这个你看到这个火山喷发的消息也登上了大陆的百度热搜，大家也非常关注哦，就是是不是真的有大地震要来啊？所以因此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忧嘛。这样的7月5号预言，其实让全球都很担心。那其实不光是这个日本漫画书哦，印度神童也有预言。说要小心7月，全世界会被暗黑能量攻击，像是高温、地震、火山爆发、战争频传，还有呢，这个冲绳的灵媒讲说，恐怕不是7月哦，该注意的是9月份哦。所以你看这个状况，还有这个日本的作家，他说虽然自己并不相信这个末日言论哦，但是他自己也是计划在这个6月底的时候去到印度啊，并且在当地停留2周。虽然不幸，但是还是离开了日本哦，所以这个算是不幸吗？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相信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啊。那日本呢，现在因为大地震的传闻，现在很多的旅游观光陷入停摆嘛。那另一方面，他们这个是不是有点内外交迫？卢比奥也取消了这个日本、韩国的访问行程，原定呢本周要展开这个上任之后呢，首度访问日本、韩国，可是却因为中东的情势升温，转而留在华府来处理以色列相关的外交事务哦。那外媒讲说，这个举动让亚洲的盟友措手不及哦，也再次引发外界质疑说，你美国不是印太优先吗？是不是这个政策已经开始失焦了？还是说卢比奥也有点担心地震，不得而知哦，所以取消这个行程，因为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在这个地震的时间点。那再来，日本也打算要派赤泽再次访美，下周要举行第8轮的关税谈判。那现在目前日本的态度也是踩得很硬嘛，日本的央行委员就在说，研究这个美国的关税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之后，应该要重启加息的状况。日经呢报道，他说这个日本府的防线呢，现在正在被迫后撤。这个石破茂在公开场合仍然表现出这个强硬的态度，不断重申投资比关税更重要。但是呢，川普却是一直在讲说，接下来对于日本的税率是要调到30%到35%的警告。因此，日经就报道啦，日本政府在对美谈判上面设置的防线呢，被迫后撤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呢，日本现在尽管看起来很强硬啊，但是对上了川普，如果接下来是要往上苛征税率的话，恐怕日本也不得不低头嘛。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目前日本气象厅长已经出来公开驳斥了，说这个漫画不能乱预测了啊。不过港澳确实有人退了不少航班嘛，就是本来要去日本旅游的。那目前比较严重是鹿儿岛，大概从6月到现在地震大概有1000次，可是日本气象厅说群震不代表即将有大地震，而且跟南海海潮无关。目前就是这样啊，所以本来因为那种预言啊，也不一定是那一天呐，因为7月5号是明天啊，是啊，也可能是前后啊之类的，所以再看吧啊。不过我有一些朋友本来在日本，确实跑到大陆去避难，我确实有这种朋友。那个这个事实上，如果照那个漫画家所讲的预言，那台湾也有事我们台湾也会被淹到啊，因为他是在东京湾那边嘛那日本目前呢，我认为陷入一个很难的局面事实上，这个他就是不满川普对他的汽车科25%的关税嘛。那日本人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日本的汽车是零关税。那他也到美国投资啊，这个 Toyota 大概1年生产大概有150万辆车在美国，可是美国需求量太大，所以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车大概还有120万辆。那川普现在就要针对这个120万辆科25%嘛，其实坦白讲真的毫无道理毫无道理
可是川普就很硬啊，石破茂也很硬啊，而且这个月日本参议院要选举，那日本目前的民调只有19%的人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尽快让步，所以就卡到了，就是这样啊。那日本政府也不是其他方面都不让步啦，比如说他也说我愿意买美国的农产品啊，那可是都没有用，美国就是都挑你最痛的地方在讲啊，说你那个稻米税率700%，他就一定要进口，要那个把这个加州的稻米卖到日本去，这样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强人所难啊，因为稻农就是自民党的铁票啊，然后还有那个汽车科25%，那现在又扬言说要把日本的关税定在30%，我真的很难想象啊。我觉得这个虚声恫吓的机会高啦，石破茂真的是卡住了，因为前面要选举，所以他现在，所以他也不能让，不然真的选举会被人家看破手脚。坦白说啦，现在大概只有越南是明确谈判结果嘛，因为英国那个是脱欧之后就开始谈嘛，并不是针对这次贸易战啊。那搞不好第二个是台湾呢，其他其实都还有一些纠葛啦，比如说欧盟啊、中国啦、印度啦、加拿大啦，并不顺。那我们台湾会是10%吗？台湾有可能是越南之后会弹出来的啦，因为我们这边愿意让啊。可是其他地方看起来都不是这样。可能也不是10%了。来问一下帅将军。当美国的朋友啊，真的是很悲哀。你看日本战后，美军占领军是最娱乐消费最爽快的地方，对吧？什么事情都配合你美国，驻军也好，盖基地也好，缴保护费也好。那等到日本真的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布伦森条款把日本经济打了30年的衰退，这是你对待日本的忠诚吗？现在这一次，等于是第2次重击啊！因为日本真的靠赚钱的是汽车啊，对不对？对，工业产品啊，那个稻米啊，虽然不是日本的大宗，但是日本人爱吃日本米到什么程度？连台湾都喜欢吃日本米啊。那这个稻农，这个川普就有点过分了。你美国的加州米也不是说没有地方，对不对？那也不是多大一个市场，他就不爽。你700的保护税我不要，我非把你打掉。这个对选票，这些农民跟这个畜牧业的就很惨。所以这个问题，石破茂在这个线他没办法软下来，在选举之前他没办法软。第二个，汽车如果关税真的是像川普那样搞的话，日本的经济会进一步的衰退，因为它老人化、老人社会已经很严重了，对不对？那你汽车工业不能赚到钱，出口业，你像以前我记得 Sony 多神气啊，日立多神气啊，对 ，Hitachi 那就是台湾的名牌啊，就被现在打得很惨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台湾不是一样吗？是美国很好的朋友，言听计从的朋友，打起来毫不手软的。所以这个东西啊，表面的这个和好跟实际的行为啊，那真是碰到一个很霸道的、很不好的朋友。我想日本老百姓会慢慢有感觉的，因为今天石破茂有种的话，就说你美军都回去吧，我不要你保护。我也不觉得日本会被他妈中国大陆侵略了，俄罗斯去侵略它，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保护伞上你付出太多了。从我们小时候看《樱花恋》就看得出啊，那个时候多卑微的，对不对？到现在，所以石破茂这个僵局啊，可能要在选完以后再看。那日本被宰完以后，台湾就差不多了，也是。我们前面已经把台积电送出去，后面还有什么谈判筹码？你还有什么筹码？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台湾的经济将来会很严重。你美国加码，中国大陆也加码，你看台湾靠什么吃饭呢？对不对？那边中国那边是 ECFA，美国这边是关税，两边一夹击，
就差不多了。而且我们现在台币升得好凶哦，已经到28块了。好，老师，今天7月4号嘛，是不是？明天7月5号嘛。对。我这人不信怪力乱神的呢，所以这种预言我不会相信。我7月7号后天就要飞去日本。不过不管怎么说啦，哈，那你就宁可信其有。但是我觉得啦，这个人自有天命。好，那我就不讲这一块哈。但是刚刚亮哥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1992年，我是《世界日报》的记者，当时我收到一封信，就中国学校发了一个信过来说，乒乓 Terminator 要让中国人见血。2种车 BMW 和 Benz 双 B。2个地方 ，Edison 和 East Brunswick， 因为当时主要有60万福州人啊，从长乐福州移民到那边，西家袋鼠，那个整个纽约都是华人，他觉得这些人吸了美国的血，结果7月4号，他说要什么时候呢？国庆日啊的1个月 ，1 month after the National Day 要见中国人的血，那个月中国人都不在纽泽西，全部跑到佛罗里达去了，包括那个要认我做干儿子那个也跑到佛罗里达去。会怕，所以去了，就像你的朋友一样。可是我不怕，我去东京，因为我有一些事业在那哈。好，那我先讲一下日本这个国家，真的也是真的可怜。他跟我们一样是缴保护会之成员之一啊，也真的可怜。美国基本上40年整他一次，原子弹1944、1945就被炸过去嘛，就把日本人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再来，隔了40年，1985年9月22号搞了一个广场饭店广场协议，美日英德法，告诉你升值就升值，从260呸要升到120。让这个看起来币值变大了，完全就泡沫下去了。然后跟你美日半导体协议，让你发展不下去，你的电器再那么强没了，你的汽车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也走不了这个世界最前卫了。当时的美国有3大汽车公司嘛，大家都知道，通用嘛 ，GM 有5大名车嘛，然后卡迪亚克、Automobile、Buick 的庞蒂亚克和雪佛兰，然后还有福特，包括林肯这些都是福特的系列，还有 Chrysler， 其实反败为胜的 Chrysler，3家被Honda、Toyota 2家打到地上打趴了，所以美国就做这一招把它整垮了。现在又40年了，2025。当然这次他的机关枪是扫射全世界了，但是对这个美国，美国对这个日本我就是收你保护费的，我现在嘛也亏了，你我弄那个地摊让你赚钱，你钱全部给我。他说我也活得很痛苦，留点给我嘛，我就是要你给我，因为你不给我就很难活。所以美国是这样对着他打的。所以呢，你知道在一开始打这个4月的时候。我就看过日本的官员对这个已经不爽，对美国的做法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恐吓，然后讲了2个字叫做勒索和敲诈。你不觉得从头到尾都这样吗？但是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我们刚刚讲美国就是赢家精神，他强者全拿，他就是我要什么就要什么。你去年明明就进了我的米，也有进，只是关税科高一点，他说你没有进我米，他就是反正川普说了算，你就要再多进一点米的意思。那一样的。你的汽车让我们的汽车活得比较痛苦，我要帮你科高关税，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汽车。